大家好，这一间猪舍的隔间，因为地面是水泥地板，黑土的数量就相对有限了。这是因为蚯蚓无法从砖头的缝隙钻上来，因此蚯蚓的数量也就很少了。先搬来带土杂草的土壤堆上第二层，因此还可以看到许多晒干的根系算是让带土杂草的土壤呢有了封闭空间的去处。这经过晒干过的土壤重量就可以很轻最后才将隔壁间的老黑土铺在上层。不过这种有非常多的草籽，只适合在封闭空间里。观望几天后，果然草籽就开始长出来了。现在这季节，除了天气还很热之外，也阴晴不定刚挖了一颗澎湖丝瓜苗过来，因为没有摘心自然放养的过程下，目前已经长了好几公尺，甚至还开始开花了。现在才进行移植，对瓜苗而言算是非常晚但是对于天气而言，则倒是还好，毕竟也有秋天才进行种植的秋瓜。而因为后院原本停滞长瓜的苹果丝瓜呢，可能因为有了日照的原因，突然苏醒起来，狂结果。因此移植在猪舍的这株呢，生长就不需要扛那么多压力。重新移植还有延缓生长，进行无缝接轨的效果。丝瓜也算是野性很强的作物最常见的就是苦瓜嫁接在丝瓜上，这样对于防水患的能力会好很多。移植的过程若有损伤，顶多几天就会再开出嫩叶。不过移植时土壤可以浇透一点，方便挖掘时可以让根系被土壤包覆得更为完整。而因为这株原本是种植在水田里水田的土壤很大的特性，湿则黏，干则硬直接用圆锹挖起就可以是包覆得非常完整的大土团粒。目前的做法很像是在做果树移植，如果没有足够菜的来源，建议就照一般种植就好现在进行移植的原因是要先测试遮阳的效果。除了方便也轻松继续整理猪舍外呢，先让可以快速爬捧的丝瓜进驻，也可以脱离凭空想象的阶段，也顺道可以观看老黑土的威力不想要运太多土进来，刨掉一些土之后呢，种植深一点。另外一旁的土壤还没有用到，就先行挪用。接下来可以看一下枝蔓没有进行摘心出现的状况。习惯上攀爬类作物爬上棚架后就会进行摘心，避免顶芽优势持续蔓延也让原本的主蔓可以长出一点蓄积能量。而这没有摘心的主蔓就这样一路延伸长了好几公尺现在移植后也先不做摘心的动作，因为主蔓已经太长了，挖掘后水分的传输会有问题，叶片大部分都会枯萎掉，需要一点恢复期得先观察几天，看侧蔓可以从哪个位置再长出来，最后再决定修剪掉的长度反正就是让子弹飞一下，不用急接着浇水的工作就交给大帮手就好。这景象刚好可以验证狗住屋子，人去住猪舍的谬论最后可以再欣赏一下雨停后的2道彩虹。谢谢收看。